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来说说一个村国，一个鸟粪国——瑙鲁。这个国家突然的昨天在脸书上宣布与台湾所在的那个中华民国断交，所以搞得台湾方面措手不及呀。那么目前为止，台湾方面只剩下12个所谓的邦交国，而且这12个邦交国很多都是用那个放大镜都不可能在地图上找到的一些鼻屎小国。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啊？台湾省长刚刚选举落幕，对不对？那太平洋这个岛国瑙鲁就宣布与盘踞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并寻求与中国大陆代表着中国复交。有2点，一个是寻求，另外一个呢是复交。那就表明在过去这个国家曾经与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着中国断交过。然后呢，现在他是寻求，就表明呢，目前他与中国大陆代表着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所以他想与中国大陆这个中国建交。那中国大陆同不同意建交是另外一回事情啊。如果中国大陆不同意建交，那这个瑙鲁的如意算盘就打错了，对不对？不过我猜想啊，大陆这边肯定是乐观其成的。其实我就昨天就想说这个话题，但是昨天我实在太忙了，所以没时间。现在我就是凌晨或者早上6点钟起来录制这个节目。我还是这样说昨天了吧，因为现在已经是16号了。那昨天呢，中国方面马上呢回应说，瑙鲁呢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他们有自由决定，为自己的国家做出最好的决定。对瑙鲁政府的决定呢，中方表示赞赏及欢迎。瑙鲁政府与台湾断交这决定呢，是在脸书上发布的，这也有点搞笑啊。我们看看，这就是他的所谓断交的声明。瑙鲁宣布转向一个中国原则，并称此举呢符合瑙鲁人民的最大利益。随着台鲁的断交，那台湾的邦交国，也就是所谓中华民国的邦交国的数量呢，已经减少到12个，其中呢有7个来自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他们当中呢，应该是伯利兹，就是在那个墨西哥最东部的南方一点点，那个很小一个国家，我去过，它的人口呢应该是只有30-40万。危地马拉这个国家的那个治安非常的乱，而且他们这个国家也是比较穷的，他们很多年轻人呢他们心目中的天堂是美国，所以每年的很多危地马拉的人呢也跑到美国去。然后呢还有巴拉圭，巴拉圭是南美的一个内陆国，在南美的心脏地带。还有海地，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圣卢西亚呀，还有2个其他小国，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那个国家鼻屎那么大，但是呢，它的名字又特别长，特别难念，那我们就忽略吧。还有3个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其实就是南太平洋或是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国家。比如说有个国家叫做帕劳，帕劳这个国家其实它的那个风景或者是沙滩还是挺漂亮的。马绍尔群岛也是，对吧？另外呢，还有一个非洲国家，这个非洲国家也很奇葩，原来名字叫施瓦季兰，对吧？施瓦季兰，对 ，Swaziland 德语的名字，现在改名了，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改名了，改成 Eswatini， 这样一个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国家。还有一个欧洲国家叫梵蒂冈，其实也不能算一个国家了啊，它只是联合国的一个观察员，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联合国的国家。但是呢，这个梵蒂冈呢特别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它是天主教教皇所在地，它在罗马城之内，一个城中之国。因为它在全世界也有大约10亿左右的信众，所以它的那个政治影响力还是挺大的。所以呢，对台湾来说，这个所谓的邦交国也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邦交国，我认为就是南美中心地带那个巴拉圭了。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呢，大概有40万平方公里，而台湾只有2点几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是台湾这个本岛10几倍。它的人口有600多万，在台湾的邦交国当中也算一个很大的国家了啊。所以呢，这2个国家，我认为它的重量还是挺大的。
但是呢，海地这个国家我们来说说，海地呢也是一个很奇葩的国家，也就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说的“屎坑国家 ”（shithole country）。为什么呢？其实啊，这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民主国家，它也是民主选举他们总统的啊。但是呢，这个国家的治安特别的差，是黑帮可以说统治着这个社会，没有很好的这个国家管理体制了。现在就是国家行政机构，可以说这个机器呢，根本运转不起来。它的首都太子港就是被黑帮统治着，什么绑架呀、暗杀呀，就是家常便饭。而且这个国家人民真的是吃土，大家听说过吗？2024年这个社会啊，这个地球上面还有吃土的人，在海地这个国家就有，就是它有一种土，听说可以吃，弄成饼干一样，然后呢在街上公然摆着卖给那些人，比较穷的人啊，吃不饱饭那些人要充饥没办法，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奇葩的国家。然后呢，它又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真的是最穷的。我们看地图就知道啊，它其实就在古巴的东边，然后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它是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同在一个岛屿。那个海地在西边，那这个多米尼加共和国在东边这一半，所以这个啊，其实离美国都是比较近的国家。而且是民主国家，可是呢，这个1100万人口的国家那么穷，你看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老大，也应该帮一帮啊，对吧？把他们拉一把，帮自己遮下脸面，否则你不是倒民主的脸吗？美国就是让这个海地这个国家自生自灭，我觉得有点不太合乎逻辑，对吧？至少要打造一个民主的榜样嘛，让全世界人民羡慕才对啊。巴拉圭我也说说吧。在南美洲的中部，这是一个呢很重要的国家。对台湾来说，其实2年前吧，这个邦谊啊与台湾的邦谊就不太稳定。听说呢，这个巴拉圭这个国家非常想与中国大陆代表的中国建交。当时因为疫情高峰，这个国家呢，这个什么疫苗啊，还有医疗物资都非常的欠缺，所以这才想到啊，还是与中国大陆这个代表着中国建交有好处，好处更大。因为台湾这个岛当时呢自身难保啊，对吧？而且鞭长莫及，管不了这个巴拉圭这个国家了，所以当时可能就出现了邦谊的不稳定。但是目前为止呢，这个国家还是与台湾所谓的中华民国继续保持外交关系，不过也是摇摇欲坠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说说台湾另一个邦交国，在非洲叫前面说的斯瓦季兰，这个国家呢非常的奇葩，很穷，而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君主制国家，就是国王他有实权的，他说了算。而且呢，这个王国啊，每年会举行一次盛大的8月份吧，举行一次盛大的选妃活动，也叫芦苇节。这是一种草，一共举行8天嘛，这个芦苇节8天这个活动啊，全国的美女大概4万左右吧，每年有这么大的规模，4万左右，这全国最美的美女袒胸露乳啊，来国王面前载歌载舞，跳给国王看，就是希望呢国王能够相中她，从此呢进入皇宫做王妃，然后从此呢飞黄腾达，衣食无忧，过这样的生活。据斯瓦季兰对外界公布啊，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国王一共有过15位王妃，但是呢，其中3位已经叛逃到邻国南非去了。这个内幕咱们也不知道，只能靠猜。也许呢，他们这些王妃也受不了国王的什么变态呀，或者是冷落，反正咱们不知道。我们想想看，号称民主的台湾，竟然呢跟这些真正的独裁国家、君主制的国家就是独裁国家嘛，跟这些独裁国家勾勾搭搭，那你台湾的民主价值就不需要了吗？就是为了邦交国，这个民主的遮羞布也不要了吗？所以我觉得台湾啊，也可以说中华民国啊，为了邦交国，真的连最起码的廉耻都不要了。
你建交也应该以民主国家建交，对吧？说到台湾的邦交国我还想起了大概是2、3年前一个笑话，就是在非洲的东北部有个索马里的国家，对吧？而索马里的国家呢，有一片土地呢，它是索马里政府管不到的，叫索马里兰。然后这个国家呢说我们成立了我们这个索马里兰这个国家，但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几乎因为是没有真正的国家承认它是一个国家吧。但是呢，它前2年就是与台湾打得非常火热，应该台湾方面承认这个索马里兰的，索马里兰听说也承认台湾吧，具体我不知道，反正这是一个比较好笑的笑话，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的国家，他们互相抱团取暖。我们再回到这个斯瓦季兰，所谓的卢维杰，台湾的外交人员为所谓这个选妃节呢证明说，其实呢外界误读了，这个呢其实并不是那个国王选妃的节日，其实实际情况就这样。但是台湾方面说并不是，他说是人家几百年、上千年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是当地的女子呢要袒胸露乳，以显示他们的纯洁给国王看，等等等等。反正呢，台湾这外交人员他们的这解释也挺搞笑的，我觉得想想看，几万的本国最漂亮的美女在国王面前袒胸露乳这样跳舞，这真的是文化的一部分吗？我有点打问号啊。不过呢，台湾方面他们自己相信就好。对于突然的那个断交啊，台湾的所谓外交部，也就是台湾的那个断交部呢，昨天下午召开临时记者会。台湾外交部他们叫外交次长，其实就是外交部副部长，这个人叫田中光，他在会上证实。说到这个名字，我就想起一点，台湾不是说要什么仇中反中吗？我发现台湾很多人其实政治人物呢，他都有个中字，比如说这位田中光。我还记得台湾所谓的那个中华民国前总统陈水扁的儿子叫陈致中，对吧？也有个中啊。那既然你们想台独、想仇中去中的话，你们把你们的名字也把这个中字去掉嘛，从田中光改成田台光嘛，对吧？这样不更好吗？陈致中变成陈致台嘛。台湾外交次长说啊，瑙鲁以联合国2758号决议一中原则为由，与中华民国断交。田台中表示，为维护尊严，即忆起咱们中华民国终止与瑙鲁的外交关系。其实是被断交啊，并不是说你台湾方面宣布与瑙鲁断交，而是人家宣布在先，断交在先，你是不得不为了挽救一下脸面，对吗？然后他说，台湾全面停止与瑙鲁的合作，并要求瑙鲁立即关闭在台北的大使馆。另外，田中光说，其实啊，我们中华民国去年啊就已经掌握了情资。中国大陆呢正在积极接触瑙鲁的政要，以经济利益诱惑瑙鲁转向。同时呢，瑙鲁持续向台湾方面索要巨额经济援助，而且把大陆援助的这个方案给台湾方面看，让你们台湾对比，看看你们能不能提供更好的那个援助方案。如果你没有中国大陆这么好的条件，那我们要转向了啊，以此来要挟台湾方面。这是台湾外交次长的说法啊。俗话说一家欢喜一家愁，大陆方面当然对瑙鲁的转向呢表示欢迎。目前为止，大陆代表着中国在全世界一共有182个邦交国，那么如果今后与瑙鲁复交，会增加到183个。而台湾那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呢，目前只剩下12个邦交国了。前面说到，大部分呢都是拿那个放大镜都找不到的，在地图上。也可以用中华民国前总统陈水扁形容当时新加坡吧，说人家新加坡是鼻屎小国，这些南太平洋小国家或者是台湾有些邦交国就是鼻屎小国，对吧？这个瑙鲁这个国家有多小呢？长6公里，宽4公里。如果是正方形的话，6乘4等于24平方公里，对吧？但这个国家国土面积没那么大，只有21平方公里。其实它的国土面积啊，就相当于大陆一个村。它人口有多少呢？
中国大陆有些媒体官媒说13000，然后呢，我还看到其他的中文媒体，维基百科还有呢德国媒体说12000，维基百科说10000多一点，11000都不到。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人口大概在10000到13000左右啊，就这么多，真的相当于中国一个村。所以呢，我开头就说这个村国或是鸟粪国，瑙鲁与台湾断交。瑙鲁啊，其实是一个奇葩国家。首先，它的立场摇摆不定，对吧？今天跟中华民国建交，明天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实则就在两边捞出呢更大的好处。反正哪边给钱给得多，我就跟谁走，就这样。我们来看看这个建交复交这个历史吧，也不长。1980年5月4日与中华民国建交。这邦谊呢延迟了18年，还不短啊。2002年7月，瑙鲁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与台湾方面断交。但是呢，与中国大陆代表着中国的邦谊呢维持了3年。2005年5月14日，瑙鲁呢再次与中华民国复交，当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断交，对吧？这个邦谊啊与台湾又维持了19年。到昨天2024年1月15日，他宣布呢与台湾方面断交，而且是2次断交，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它是基于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我认为啊，反正中国不缺瑙鲁这样一个村国，他想与中国大陆建交，那就当然欢迎啊，对吧？但绝对没有必要花什么大价钱、什么优厚的条件吸引他过来与中国大陆建交，我觉得没有必要。不能让这些国家得逞，不能让这些国家来讹诈中国人的血汗钱。当然，我认为啊，所谓的金元外交，可能台湾方面花的冤枉钱更多，因为台湾急需邦交国承认，而大陆呢有180多个，根本没有必要。而且大陆的邦交国都是全世界大家也知道，对吧？连所谓中华民国最好的盟友这些呢，全部都承认中国大陆代表着中国，不承认台湾，对吧？这就是很搞笑的地方。一面说我们挺台湾怎么样，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反正我就是看笑话而已。咱们现在看一张图片吧，右边可以看得到跑道，然后前面的这海岸这一线可以看见很多的房子，对吧？可能眼尖的还看见道路。就这样一张全图，全部一个国家了。所以可以发现呢，这个国家有多大，对吧？这个国家全部人口只有1万多一点。我就想了，这个国家在没有飞机之前呢，成百上千年，如果只有1万左右的人口，那这个国家人口的延续是不是有大问题呢？会不会存在大量的近亲繁殖、近亲结婚的问题呢？那他后代的智力会不会下降呢？身体有没有缺陷呢？因为我不是人类学家，但是我相信呢，咱们频道的观众肯定有对人类学有研究的人，或者本身就是人类学家。我希望呢，如果你们能看到，能够给大家在评论区呢给大家扫盲解惑，非常感谢大家。真的，我特别担心这个国家的近亲结婚的情况严重，然后呢出现智力退化呀，很多人是脑残呀等等，反正我认为可能有这样的担忧吧。另外前面我已经2次提到了，这个瑙鲁这个国家是很奇葩国家，是个鸟粪国，是个村国。它的奇葩之处呢是在于它的败家史。它曾经呢是个鸟粪国，是个鸟岛。瑙鲁的发财就是靠鸟粪，可是因为过度挥霍得来的财富，所以导致这个国家几乎破产。所以说啊，成也鸟粪，败也鸟粪。它曾经拥有大量鸟粪，其实并不是真正鸟粪，而是呢这个鸟拉的屎之后呢，成百上千年甚至上百万年这样堆积起来，通过化学的反应形成了磷酸盐矿，这种矿了啊。而且它的磷酸盐的浓度特别的高，这是一种天然的矿。所以在19世纪的时候，有人已经发现这种呢对农作物的生长特别有好处。一个偶然的机会，
有人发现了在这个岛上呢有这种矿。据说当年啊，这个鸟粪在这个国家它存量特别多，厚的地方有10几米，全是鸟粪堆积起来。有的媒体说有几十米，反正就是很厚了啊。那鸟粪呢，或者磷酸盐矿成了这个国家的国宝，挖起来不用加工，直接就可以出口，立即变现变成绿花花的美元。瑙鲁这个国家，别看离德国那么远，好几千公里、上万公里啊，但是与德国有关。德国当年呢，并不是一个航海国家，它赶上了最后一波，因为当年主要是盎萨国家，还有什么西班牙啊、葡萄牙这些国家一起呢，到全世界去开发所谓的殖民地。一到那个地方，不管当地人愿不愿意，立即宣布为自己的殖民地。德国好歹也赶上了最后一波。1888年的时候，德意志帝国的国王派出了一个舰队，然后呢，到达那个地方之后，发现这个岛上还没有欧洲其他殖民者，然后呢，立即宣布该岛为咱们德意志帝国所有。后来呢，就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发现了这个磷酸盐矿在这个岛上。时间推后到1905年，德国呢与太平洋磷酸盐矿公司签订了这个开采协议。我不知道它具体的背景如何，我猜肯定是盎萨国家成立一个公司，也就是比如说英国、澳大利亚还有那个新西兰，他们有这个背景的啊，这3个国家背景的这个公司与德国达成了开采协议，从此进入了疯狂的开采模式。1942年，日本占领了该岛，想不到日本当年连南太平洋都很多国家都蹂躏过，所以导致了后来磷酸盐矿的开发一度中断。日本战败后，瑙鲁呢被英国还有什么澳大利亚、新西兰3国托管。到后来进入60年代、70年代，全世界这殖民啊形成了独立运动，所以1968年的时候，瑙鲁取得了独立，从此呢就掌管了鸟粪或者磷酸盐矿的开采、挖掘及销售权。从此啊一夜暴富，他是真正的暴发户啊，变成了土豪，真正的土豪。有多土豪呢？真的令人难以置信。1970年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人均 GDP 达到了5万美元。想想看，70年代的5万美元和现在5万美元不是一个概念啊。我猜当时的5万美元就相当于现在15万、20万美元左右。当年呢是全世界人均 GDP 第2高的国家，拿到现在如果是15万到20万美元，也是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可见呢，当年这个瑙鲁他们这个国家的人有多土豪，对吧？整个国家只有1万人，那钱飞快的来，根本就不用任何的努力。开矿也就是挖这个磷酸盐矿，也不用本国人去做，有外劳呀，外劳代替，所以呢，本国人根本就不用工作，成天花天酒地，而且高收入、高福利，什么福利都有，反正全免费，什么教育啊、医疗都免费，这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呢。全民跑步，一夜之间进入共产主义。当然，这样一个岛国，它的资源除了这个鸟粪之外，当年啊，没有其他资源，非常的匮乏，因为这个岛太小了，不属于种任何的什么蔬菜呀，水果也不多，可能有就是1、2棵这个什么椰子树而已，对吧？所以它全部的什么蔬菜啊、水果还有其他食物都得进口。进口的话，一般都是这个工业加工过的，所以呢，它的食物非常不健康，高糖、高脂肪，也就高热量，还有他们大量的酗酒，导致了整个瑙鲁人他们的肥胖率超过70%，然后呢，糖尿病的比例世界最高。他们那个国家男性啊，他的人均寿命只有53岁，想想看，53岁比现在的中国人，比中国的男人足足少了20年。另外，无节制的开采磷酸盐矿，对瑙鲁这个国家的它的环境啊，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只懂得开采，不懂得对环境进行反哺，也就是没有对环境进行必要的修缮。
如果是聪明的国家领导人，这个岛呢没有土，没有泥土，对吧？我既然卖出去鸟粪得到了美元，那我可以想办法从别的国家进口泥土啊，然后进口来之后，我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国家，甚至呢可以种东西了，对吧？如果农业再发达，可以进行立体种植了，对吧？但是这个国家人前面说到，千百年来与外界没有交流，所以导致这个国家人，我认为可能他们的智力有一定的问题吧。原来就没有治理国家的这个经验和概念，加上本国人几乎他们没有什么文化水平，怎么治理国家？怎么会有一个长远的那个计划呢？对吧？不像中国有好几千年的悠久的历史，对于国家治理也一样。那人家这种岛国土豪的，所以呢，就只懂得开发挖矿，把这个鸟粪挖起来，然后马上卖就可以了，也没有可持续的投资以及就业计划，所以很快，这资源总有一天枯竭的时候啊，很快这个岛80%的土地就裸露出来了，因为这矿挖了之后，就露出了这岩石，而且这岩石是怎么样呢？都是10几米高的，看上去呢有点像云南的石林。我们脑海中想到云南石林这画面就知道了。如果这样的石林啊，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有这样一个景点，还可以打造成景点，对不对？但是呢，在一个可以说现在鸟不拉屎一个岛，离最近一个大一点的国家好几千公里的，怎么可能有游客，对吧？所以呢，又种不了东西，又不能开发成旅游景点，又不适合居住，也就是说80%的这个鼻屎国的土地不适合于耕种，不适合于居住，也相当于荒废了。所以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矿啊，就是磷酸盐矿，也就是这个鸟粪呢，挖光了，没有了这个磷酸盐矿的出口，那瑙鲁这样的土豪，突然你可以一夜暴富，也可以一夜呢返回解放前。那瑙鲁就这样的情况，不懂的计划挥霍掉全部的财富，又加上呢，97年这金融危机也波及瑙鲁，因为呢瑙鲁他听信了华尔街那一帮人的蛊惑啊，就投资了很多到金融上面。想想看，一个瑙鲁你就是1万人口的，又没有什么经验，智力也不怎么样，你怎么斗得过人家华尔街那帮吃人不吐骨头的金融大鳄呢？对吧？更不是他们对手。所以金融危机啊，导致了瑙鲁的全部金融产品血本无归啊，财富归零了，国家几乎破产了。怎么办呢？这个国家要活下去啊，那就得想办法啊。那这样一个岛国，它也有优势，就弄成了避税天堂，洗钱，对吧？另外一个呢，可以卖瑙鲁的那个护照，卖身份。因为瑙鲁呢，好在呢也是英联邦国家，持它的护照可以自由进入英联邦国家，包括进入什么澳大利亚呀、新西兰，还有英国等等。所以他靠这个呢，也应该能够发钱，能够活下去。另外呢，他还有一笔很大的收入，现在那就是出租捕鱼权，每年出租这捕鱼权也可以获得几百万美元的这个收入。大概有300多万到500万左右，反正每年有这个固定的收入吧，这笔钱也不小了。这笔钱对于现在那么贫穷的瑙鲁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另外呢，他还靠什么过活呢？没有资源啊，那也得想办法。于是呢，这个国家就想出了一个是像乌克兰总统一样，到全世界当国际乞丐；另一方面，它其实呢，相当于澳大利亚一个准殖民地，因为它的军事是澳大利亚帮接管过来，而且这个国家没有自己的货币，用的是澳大利亚的澳元，真的是妥妥的现代版的殖民地。为了获得澳大利亚的援助，澳大利亚政府呢与瑙鲁政府呢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也是呢我在地图上我原来比较疑惑的地方。咱们看这个地图，现在啊很奇怪，还是一个德语的地图，德语版的。它上面标出了2处难民营，我开始看这个词的时候，我以为标错了，我就想了，你这样一个小小的岛屿，本来全国所有的人都是难民了，对吧？因为这个国家差不多倒闭了，破产了，变成了难民，
然后呢，在这个岛的中间，甚至还标出2处难民营出来，我觉得很奇怪。于是呢，我就去找资料，还真找到了。这瑙鲁政府啊，没钱，就想出了办法，跟澳大利亚政府达成协议，在这个岛上呢建立2处难民营，而这钱也是澳大利亚出的，建立起来，然后呢，把澳大利亚难民把他弄到这边来，其实就相当于现代版那个监狱吧。瑙鲁这个岛变成了澳大利亚的难民营。总之啦，瑙鲁这个国家可以一夜暴富变成土豪，也可以一夜返贫变成了这个国家几乎崩溃。可以说啊，瑙鲁是一个很典型的败家子，也难怪了，对吧？前面说的，人口那么少，又没有治国的理念，也没有治国的经验，更不懂得什么叫未雨绸缪。瑙鲁这个国家在遥远的太平洋某个地方啊，对吧？人口那么少，对80亿地球人来说，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岛可有可无，根本就不重要。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鼻屎的小国，因为他宣布跟所谓的中华民国断交，然后呢想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样一条新闻变成了德国所有主流媒体的头条。我想在全世界，特别在西方媒体也一样，特别的重要一条新闻。所以我说啊，什么东西什么国家搭上中国，它立即就有分量了啊。有中国这层关系，又加上呢台湾刚刚选举过，这2个因素导致了，所以瑙鲁宣布与台湾断交，变成了全世界可以说国际重大新闻。德国国家电视1台对此也做了报道，我们只看这一句就可以了，我认为。他说，中国向一些小国承诺经济合作，以便他们断绝与台湾的关系。现在岛国瑙鲁也改变其立场，台湾指责中国破坏其民主。台湾外交部副部长田中光说，中国用经济援助诱惑瑙鲁，其目标是摧毁台湾的民主。哎呀，我看到这里我就忍不住笑了，这个理由也太牵强了吧。与一个村国、一个鸟粪国建交就可以摧毁你台湾民主的话，那你这个台湾民主是不是太脆弱了呢？是不是连一个鸡蛋都不如呢？对吧？好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目前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有182个，可能很快有183个邦交国，而台湾所在中华民国只剩下12个鼻屎小国。那接下来很可能会突然出现某天某个国家，比如说危地马拉或是巴拉圭，突然宣布与台湾断交，然后寻求与中国大陆这个中国建交的情况。那我们作为普通的吃瓜群众，喝茶或者是直接吃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怎么发展，我们拭目以待。好了，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